男嘉宾小郭24岁，来自辽宁，是一名学生；女嘉宾小袁24岁，来自内蒙古，是一名实习文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有那么愤懑吗？主要是在一起快2年了吧，时间越长，可能之前那些小争吵可以避免，但是后来又避免不了了。他总平时说我大大咧咧的，大大咧咧啊，说我有时候怀疑他什么的。你是觉得他大大咧咧吗？是，比方我最近有一次考试，压力也是特别大。考试就是前一晚上，我和他聊天，当时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忽然态度就变了，然后祝我考试考不好。中国人嘛，不都图个吉祥话吗？哪有祝考试考不好的？因为他当时就是跟我说，他就是考完试要出去玩嘛，去那儿又去这儿，去哪儿他都不带我，就是根本就那个话题里所有的计划都没有我。当时我也不是说直接就那么生气的说，那我祝你考不过，我还是这么说的。我说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想的是啥吗？我说我希望你就考试考不过，开玩笑也就属于，然后我就一带过了，然后他就真生气了。后来过了吗？过了，但是他当时就跟我真生气了，然后还要跟我删好友，要跟我分手啥的。24岁在读什么书啊？上面写学生。读大四。没什么呀，这不开玩笑吗？你确实小心眼，我觉得啊。还有很多事，就比方说我和朋友们，然后还有他一起去吃饭，然后我们那儿就有一个姑娘，就是那姑娘穿一个很肥大那种条纹那种的一个长袍，她就忽然来了一句：“你穿那个太显老了，太难看了。”当时一下气氛特别尴尬，我就拿胳膊肘怼他，然后他也是反应不过来。本来有说有笑的，当时那姑娘脸一下挂不住了。但是当时大家气氛都特别好，我这人吧就一气氛好我就总那个什么就不注意那些了。然后我当时你说我也不是说人家磕碜啥的，我就说他不适合那件衣服。然后虽然说当时气氛有尴尬了吧，但是我觉得就不至于说让他说我些什么呀。你说就是一个耿直嘛，那我说话就是平时我跟朋友在一块总耿直惯了，朋友也没说我，当时我们一块玩就还是那么耿直。行，把这事儿就过了吧，反正在我的心里面这都不是什么大事儿。除了这个好像你还说了是谁不信任谁是吧？刚才我听了一段。我不信任他。你不信任他对吧？对。他怎么不信任你的呢？他不信任我。我手机两个手机他都要那个录他的指纹。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就是即便是情侣也应该有个人的一些私人空间吧，非要录那个指纹，然后之后还有时候会替我回微信。我就想你又不是我，为什么要替我回微信呢？你说就录个指纹，他也没说不让，然后你就录个指纹，就我感觉这也没。他要不让的话，你还录吗？他不让，他也不能不让，我俩都在一起，那为什么不让我？不，他要不让你，你还录吗？录啊。那就算了，所以他让不让都一样啊。行，你接着说啊。然后他说我那个给他回微信嘛，那有的时候他说在忙或者是干什么，我就帮他回一下，而且说我也没说回什么就是不好的话呀，就不是他的微信你是为什么回呢？你又不是他。就是有的时候他没看手机或者是不在，我就寻思有人跟他发微信，我看一眼我直接帮他回了嘛。你凭什么给人看呢？就觉得你又凭什么回？哎，我也搞不懂你们这爱的方式啊！你是因为不信任他，还是觉得无所谓？我不是说那种特别爱翻他手机，我觉得我挺信任他的。是，你反正就是我随时看就行了，是吧？对，我能看，他也不，你说那你指定也不怕我看吧？主要是我平常拿手机的时候，他就这么看一眼，然后有时候，然后我就也看着他就这么瞪着我就觉得这种感觉特别不好啊。不，感觉不好，其实做的方式就是特别简单，录指纹。对不起，这就是我的手机，你不可以录，你怎么办？那你说我俩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就是在一起，你不可以录。那我可以给你密码，你不可以录。我给你密码，你不能随时看我的。我可以让你知道啊，没问题。怎么着？对，那如果这个不行，那咱们可以分手。还是没底线啊你要在意这件事情就说清楚嘛。就谈恋爱别谈的说我明明在意这件事情，我不说清楚，最后你又来翻吃矫情。我理解就是你认同他了，原来你不认同啊，那你不能怪这姑娘哈。虽然你的做法也不对。还有别的吗？有一次我回来，非说我那个衣服上有一个长头发，然后就那么一直逼问我呀，逼问了1个多小时。那长头发我是真不知道是谁的，
但是你说问1个多小时，都把我问懵了都根本，然后最后她才说那个头发吧是她闺蜜的，就是为了考验我一下，就是不懂了，炸他一下，就是那种。炸什么呢？就是看他出去跟没跟别人玩儿。你干嘛那么不相信他呀？但我就是觉得你就是他以前吧，就有一次我考试嘛，然后那正好也是赶上过节，然后他说那他也不出去了，他说他在家待着，你安心考试，然后他就这么跟我说的嘛。紧接着节他回家了，然后就跟我唠嗑，正常我俩在那唠嗑，他就说他出去玩了。那时候他这不是骗我吗？他有骗我的行为啊，所以我有的时候做出一些反应，就是想扎他一下，看他那到底又出没出去玩，就这种行为嘛。主要是我觉得这是善意的谎言吧，我就是怕他心里不平衡嘛。啥不平衡？你玩你的，他考他的嘛，有啥不平衡的？对呀，他就本来就是那种，就是我出去玩，要是不带他，他就是心里比较不平衡，会生气。然后我就觉得，那就不告诉他我出去玩了吧，那我也不至于他在里面考试，我在外面给他拉拉队吧。我觉得不现实啊。但是你说他跟我说的话，我不可能生气呀。他为什么非骗我呢？那他出去玩有男有女的。我打赌，他跟你说了，你必然生气。我不能生气呀。咋不生气呢？我心里想的是，你考试还是不过吧，因为你们不带我出去玩，是你说的原话吧？啊，是。对，你怎么会不生气呢？所以这就这么点破事儿啊。但那2天我不是也有考试吗？是不是就这么点破事儿？那这都不是这就影响你们的感情了。这我俩因为这种事太能争吵了。但是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也没有那么多大事吧。就这种特别伤感情。你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俩那次就是过节玩嘛，那个事情嘛，回来他还跟我干了一仗，就我生气，然后他最后比我还生气，就把桌都给踹坏了的那种，生气特别生气。那桌子本来就是质量不好，第二是我在网上又买了一个桌子，我桌子就碰了一下，然后他就自己就咔，然后就乱了。所以你们俩来今天是干嘛的呢？我主要是就是觉得为什么就是马上要毕业了，然后之后为什么我们的争吵越来越多，然后之后他就是越来越不信任我，我越来越觉得小毛病就是越来越看不惯。你们俩毕业最近在忙什么？我想知道。我在实习最近。你呢？我在忙出国。哦，出国了。打算带他去吗？我得上班。出国的话，他得上班。他都要出国了，但他不也不一定吗？行吧，听明白了。反正马上要毕业了，对吧？对呀。你们俩还想好好的，是吧？对。但是发现怎么就不如以前那么好了呢？是这意思吧？对对。于是来这儿问问老师们，是吗？是的。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们俩现在状态，男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说现在感觉要毕业了，然后反而争吵越来越多。很简单，找茬闹分手呢，要不然就是对你出国不满意。因为他现在其实在工作了，进入社会了，2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他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他这个全新的世界对他的吸引力和改变有一些，然后呢，对于你还没有进入社会，你的思维和所有的一些还停留在校园生活当中，所以你们2个人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差距。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因为你出国大概要走几年？最少得3年吧，是吧？最少2年，最多3年。最少2年，最多是3年到4年，是吧？那么在2、3年、3、4年当中，可能会发生很多的事情，他没有那个自信。也没有那份信心，对于你们2个人的感情能够再往下走，所以很多以前一些小小的问题，现在都被扩大化了。这就是他所谓的女生没有安全感，但是他的这个安全感呢，又不是大家意义上说的那种安全感。你需要的这份安全感是要你自己给你自己的，你不能靠作、靠闹来从男生这儿寻求安全感，这样得到的安全感都是假的，你知道吗？就是他可以花言巧语，可以用各种形式包装来骗你，告诉你我多爱你，我没什么事儿，我怎么样。可是他转头就可以出去背着你干一些什么事儿，他想要骗你，你永远不会知道。所以就是你靠这些小手段啊什么的，弄一根头发什么这个去炸他什么，这样都太拙劣了。这就完全你就是自己在作呀，在闹啊。没有意义，对感情来说得不到任何的升华，只能让你们2个人的距离渐行渐远。
谢谢沙老师。来，严老师，你去看他的手机，要在他的手机上录入你的密码，你是想证明什么吗？你想证明主权，这是我的男人，他的所有的私人空间、私属物品都是我的。其实你不仅仅是想证明什么、占有什么，你是内心特别的不安全，在这段感情中特别的没有自信。我觉得也是，我总是怕他离开我那种感觉。其实你有发现他对你的这几年的相处慢慢在变吗？变化大到让你怀疑他的手机里藏着一个鬼。我们不要去考验爱情，不要去试探发现什么秘密。如果他够爱你，就不会有这个秘密。如果他不爱你，你去查那个秘密又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特别希望在恋爱中的年轻女孩子，我们知道在爱情中自己应该所处的位置，应该拥有的尊严。而小伙子，我觉得你要觉得这份感情已经不是你想要的了，你要够男人，你就勇敢地说出来啊！我没有秘密，我没有别的女人，我就是不喜欢你了。我觉得呢，还反而坦荡一点。像刚才沙大老师说，你们在找茬分手，也许你们心里根本没有想过我们是不是应该分手，但是你们已经到了分开的阶段。不是所有的爱情都会有好的美满的结果的，祝福你们都能够找到幸福。谢谢。好，谢谢严老师。来，涂老师。为什么要互相折腾呢？我看不出你们俩好像有想要在一起的想法。你们想要在一起吗？想啊。但为什么总是要折腾对方呢？就是因为想在一起才会争吵吧。那要是两个人真不想在一起，不就直接分开了？哎，这话说的有意思，就是想在一起，所以才会互相争吵。如果都不在乎了，那就不会吵了，是这个意思吗？但我反过来问你，如果那么想在一起，那为什么就不能够有一点点忍受和包容呢？既然相爱，总会因为爱而有一点点忍让。我看不出你们有忍让。爱就是肆无忌惮吗？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想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我想要录入指纹就录入指纹，我说你身上有女人的长头发就有。爱就可以肆无忌惮吗？不是因为爱才会委曲求全吗？真正相爱的人一定会眼里为对方下着雨，心里还为对方打着伞。他会委屈自己而让对方舒服。你们会吗？你们任性妄为，自己想怎样就怎样，那有劲吗？那为什么还要在一起？你做的哪一件事情是忍让？你以为用形式的方式可以代表他是你的男人吗？一个人如果心甘情愿的愿把心放在你这儿，那对于你来说是一种忠诚。他要是不愿意放在你这儿，你就是在他脸上刺个字，又有什么用呢？情人之间想要在一起，但是因为不懂得相处的方式而有所争吵，这是可以理解。但那种争吵来源于对于某些事物的分歧，两个人吵是为了解决它，为了找到一种更行之有效的方式，而你们不是，你们是为了吵而吵，为了占有而吵，为了让对方低头服输而吵，那有什么意义呢？男生也是一样，你早就烦他了，那你为什么不说出来？你还要一昧的忍受，然后装作好像我们还有前途的样子。你烦他你就说出来，没有任何爱情是一帆风顺的，两个喜欢的人也会互相生厌，但最关键的是真实的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总而言之，就一句话，既然相爱，就不要彼此伤害，就这样。要毕业了对吧？好好考研，好好找工作。有缘分就在一起，没缘分分开了，记住这段美好，没什么啊，坦诚一些就行。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自从这学期开始吧，我们争吵越来越多了。可能我就是想让你步入社会之后更成熟一点，然后以后职场上更顺利一些。可能真的像说大家说那样，还是我们说的都是破事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一起快2年了，我觉得现在我们所有的矛盾可能真的是都没有那么在乎了吧，但是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坚持下去。2年我觉得时间不短了，我希望咱俩能好好的走下去，但我真的也不知道这么多的你对我的不理解到底还能不能让我坚持下去，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了。请亮灯。好了，谢谢2位啊，请回吧啊。来，请关门。好了，他们怎么决定是他们年轻人自己的事情。我们的爱情到这儿，来，姑娘，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还有话跟他说吗？把自己照顾好。行了，没话说就回去吧。谢谢你啊，来，请回，请回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用。